4/4胸围，我打的是26.58寸。因为前面我们有胸部，衣服穿起来之后会把这个衣服顶起来。大家总结4个不一样的点。我的老公是北方人，河北保定的。我的女儿呢，就是完全的继承了爸爸的身高体重特点，1.73米的个子，140斤，常常也是会因为给她做衣服无从下手而让我伤脑筋。经过1年的学习呢，这次我给她做了一个天丝苎麻的3层蛋糕连衣裙，结果女儿穿上以后非常的合身，然后把这个版呢分享给了部分的一些粉丝姐姐。阿布姐姐也是通过我分享的这个版做了这个连衣裙成品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我就想今天通过这个裙子的版型讲解，给大家去分析胖体特体我们在打版的时候的4个不同点。姐妹们拿好笔和纸，我们一起来学习。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打的是这个电脑的一个小图。首先我们打的是这个起版打厚片，厚片我们打一个长方形的整个的框架，长方形的整个的长度呢是上衣的长度40厘米，1尺2寸，宽度呢我们打4/4胸围，我打的是26.58寸，圆形领宽7.5， 2寸3，然后从圆形领宽向后15厘米，4寸5，向下5厘米，1寸5，我们连接这2个点，打好间斜线。领开宽2.5厘米8分，领深3厘米，我们画顺后领弧线，从上平线向下测量26厘米7寸8，我们打好胸围线。这个公式是4/4胸围，从后中向后测量2/4肩宽20厘米6寸，我们找到一个点与肩斜相交的这个点就是肩低点，肩低点向这里1.2厘米4分，我们垂直向下到这个胸围线，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平均分为2等分，然后向下1个厘米3分，找到这个点，然后我们再通过肩低点这个点，然后再画顺整个的后绣弧线，整个后片的版就完成了，就是一个基础框架版，重点全部在前片。好，我们现在来学习整个的前片。在圆形框架当中没有打胸省宽松型的这个，我们一般后片比前片起高1厘米3分，但是今天不一样，前片比后片下落了1.5厘米5分，记住了，这个是第一点。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不同？当我讲后面绣弧线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为什么。接着我们来看前片的圆形领宽7厘米2寸，我们向后测量15厘米4寸5，垂直向下6厘米2寸，我们打好整个前片的间斜线。同样前后圆形领宽开宽的都是2.5厘米8分，前片的这个小肩呢，我们是根据整个后片的小肩宽减去1个2分，定好这个前片的肩低点，然后向里1.7厘米5分，我们从这里一直垂直向下到胸围线。同样我们把这条线分为2等分，然后向下1厘米1个点2个点，我们再来画顺下面的前绣弧线，整个的前后绣弧线一直要保持圆顺。
前片的胸围啊，我打的是26厘米。为什么要前后不一样呢？这就是为了保证啊，前后的袖弧长，后片要比前片的这个要长1厘米。前片的门襟量是 1.25 厘米，4分，我们画好这个门襟。前片我们整个要下落2厘米6分，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前面我们有胸部，衣服穿起来之后会把这个衣服顶起来，那么前面这个地方它就会起掉了。我们要把这个量要加在这个下面，才能保持前后一片在一个水平线。胸部越丰满的姐妹，下面加的量就要更多，大家明白了吗？从上平线向下11厘米，3寸3，我们打好前领身，然后通过这个领开关点，我们给它画出来之后呢，这里打一个斜线，把这个斜线呢，我们分为3等分，然后通过1个点、2个点、3个点，我们画顺前领弧线。通过前后片给大家总结4个不一样的点。第一个就是前片比后片要下落 1.5 厘米5分。第二点就是后片的间斜打的是15比上5，前片的间斜打的是15比上6。第三点就是后片胸围宽度打的 26.5， 前片的胸围宽度打的是26，两个是不一样的。第四点就是前片这个地方要下落的更多一点，2厘米6分。今天呢，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姐妹们，你们学会了吗？还有没有学会的朋友们，你们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我看到以后都会给大家去回复的。明天呢，小勺会继续去讲解这条裙子3层蛋糕裙，我们根据面料的幅宽，怎么样去节省面料，把裙子的3层做得更加的好看。另外呢，还有这个袖子怎么样打版和制作的要点。明天再见，拜拜。袖肥呢打的是19厘米5寸4，第3层的2个裁片。整个衣服我全部做的来去缝合包边。昨天给大家分享了我给大宝姐做的这个3层蛋糕裙前片和后片的版，以及胖体特体我们在打版时候要注意的4个要点，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去学习这个3层蛋糕裙的怎么样去布局排版，以及这个袖子的打版方法。那我们就从袖子的打版开始讲。哦，对了，刚刚才看我视频的姐妹们，想要了解这个裙子前片以及后片的打版，请翻上去看上面的一个教程。这个袖子就是最简单的一片袖。袖子呢，整个袖衫的高度是16厘米4寸8，整个袖子的长度打的是32厘米9寸6，袖肥呢打的是19厘米5寸4。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袖口向上10厘米3寸的地方呢，我们去给它装一个皮筋，就是窄窄的这个皮筋，给它做一个收口。整个袖子我们打好了之后呢，要给它剪开，这样把这个量放出来，这个袖子才会更大一些，更加的好看。那么看我每一个大概差不多放了3厘米，然后我们沿着放开之后的量，把这个袖子给它剪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蛋糕裙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首先看第1层蛋糕裙，它的长度是35厘米10寸5，整个的高度呢是18厘米5寸4。第2层的话，整个的长度是52厘米15寸6，就是1尺5寸6，高度是25厘米7寸5。第3层整个的长度是70厘米2尺1寸，然后高度是30厘米9寸。例如这个是我们的面料，这
这个呢是幅宽，这个是面料的长度。那么第一层蛋糕，我们按照小勺说的这个高度，我们给它裁下来，然后一对折，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层的2个裁片了。好，我们再来看第3层。3层就是整个的幅宽，第3层的2个裁片。第2层我们按照这个高度给它裁下来，然后把它对折，再对折，给它把它的1/4的这个给它裁掉。这个就是第2层了。同样2片，第2层的2个裁片。通过这3层裁片，我们可以了解到，第1层是一半的幅宽，第2层是3/4的这个幅宽，第3层是整个的这个幅宽。我来结合裙子给大家讲一下3层蛋糕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这个是第1层，第1层我们要把它抽褶，抽褶之后的长度和我们衣身的这个下面的长度要一致，然后进行缝合。然后蛋糕裙的下面一层是不抽的，第2层的上面要抽褶。我们首先也是把它抽褶成第1层下面的这个长度，它的下面不抽褶，第2层的下面不抽褶，上面我们再把它抽褶，抽的跟上面1层的长度一样，整个就是这样的操作。第3层的下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记住一个规律，上面抽褶，抽到和上1层的长度一样。最后给大家去讲一下整个衣服的制作工艺。整个衣服我全部做的来去缝和包边，领口做的包边，这个门襟里面做的这个贴边，只用把这个门襟放3.5厘米的缝缝折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是要烫衬的。然后这个袖子呢，在离袖口10厘米的地方，我们给它装上一个这个窄窄的皮筋，起到这个抽褶的一个效果。这面是这样子的，其他的地方全部做的来去缝，包括整个袖弧线我都是做的来去缝，衣身的这个侧缝，还有裙摆的这个侧缝，全部做的来去缝。去讲一下3层蛋糕的工艺怎么处理的。部署边3层蛋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它3折边折进去，这个上面也是3折边，然后底下也去做3折边。怎么样去操作的呢？就是把我们这个做好的这一层给它压在下面的1层上面，全部去做3折边。我反过来给大家去看一下，看反面就很清楚了，看到没有？衣身的下面做的3折边，然后这个下面也是做的3折边，一直到底摆边边全部都是做的这种折边，就不用锁边了。这个苎麻3层蛋糕裙所有的细节讲板都已经讲完了，姐妹们，你通过小勺的讲板学会了吗？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互动，我也想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困惑的，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以及大家学会了之后的那种开心与快乐，我们想要共同去分享，这样子我就会有更多的动力继续去学习，分享我后面所学的整个服装的一些心得与体会。明天我们继续要讲板，再见。